穿越斗罗，你竟觉醒了一个红白相间的球。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没用的器武魂，可只有你知道，这是来自宝可梦中的精灵球，可以捕捉所有魂兽当作精灵，并且随着魂力的提升，精灵球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形态。可就在今天，你正要捕捉你的第一只精灵时，你却因为魂力操控尚未成熟，竟意外打滑捕捉到了6、7岁的小舞。就这样，在机缘巧合下，小舞竟成为你的第一只专属小精灵。此刻你沉默了，自己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开局10万年化形魂兽成为自己的魂环。与此同时，精灵球内，小舞强压下自身的恐惧，现在他脆弱无比，最怕被人类识破。瞬间，一股诡异规则力量作用在他灵魂上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就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你的所有物。这一刻，你的姓名、相貌乃至气息和味道，完完全全烙印在他的脑海里。此刻，他不再感到害怕，只要你在，他就不会被其他人伤害。与此同时，外界一枚黄色的百年魂环出现在你身后，随即心念一动，刚刚手滑飞出的精灵球瞬间出现在你手中。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精灵球之中并不是空的。身旁武魂殿的教导主任用一种看怪物的目光看着你，公生，你这是成功获取第一魂环了。你心情复杂地点了点头，对的，林主任，我的确已经成功获取第一魂环了。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差，竟然意外让小舞成为自己第一只小精灵，这应该也算是帮助唐三解决早恋问题。见此一幕，林月顿时一惊，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样抓魂兽的，只要把武魂丢出去，然后直接随机找个合适的魂兽关起来，最后就成功完成吸收了。公生，你的第一魂环是什么魂兽的？你倒也没有过多的隐瞒，要知道你现在可是武魂学院这一届天赋最强，并且武魂最特殊的学员，要不然林月这个魂帝级别的教导主任也不会亲自带你捕捉魂兽。下一刻，你直接丢出自己精灵球，出来吧，哈基武！只见光芒闪烁后，一个眼中略带惧色的小女孩，她穿着一身干净的粉色连衣裙，一双大眼睛原本应该灵动狡黠，此刻却充满生理性的泪花以及些许惊骇与茫然。顿时林月忍不住开口，小女孩，她满脸不可思议，你的第一魂技居然召唤出一个小女孩，已知你的身上已经出现一枚百年魂环，而这个女孩又是被你从武魂释放出来的。她立马想到可能出现的2种情况，一是你的武魂在收服魂兽之后就有将它们化为人形的能力，二就是在机缘巧合下你收服了1000年难得一见的10万年化形魂兽。只见小舞满眼泪花，公生大人，小舞有点害怕。在将小舞释放出来之后，小舞几乎是本能凑到你的身边，并且抓住你的衣角，而你却是感到意外，你认识我？而小舞在听到你的话后，就像是感觉到什么一般，内心深处本能的想要亲近。不是的，我本来是不认识你的，但被你收入那陌生的空间后，你的名字、相貌乃至气味我就全知道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，但我能感受到公生大人不会伤害我的。听着小舞这粉粉糯糯的声音，你看着小舞这香香软软的可爱模样，站在身旁的3个家伙心里别提有多酸了。好家伙，别人吸收魂环是提升实力，你吸收魂环直接给自己找了个老婆。林月严肃地看向你，公生，这个小丫头就是你刚刚吸收，哦不是捕捉的第一魂环。你注意到林月脸上那隐晦的神色，自然是猜到了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没错，她现在已经成为我的魂环了，并和我已经完成了灵魂绑定，可以说只要我不死，那么她就永远不会死。你的回应一语双关，小女孩魂兽这2个词分开来看倒没什么，可如果将它们组合起来之后呢？很快你获得10万年魂兽的消息立马就传到了教皇大人耳朵里。此刻教皇殿内一片寂静，你站在大殿中央稍显局促，距离你不远的地方坐着教皇服饰的比比东。随即比比东开口了，公生，林月主任告诉我，你的武魂以极为特殊的方式捕捉了一个小女孩，而且他怀疑那个女孩是化形魂兽。一瞬间比比东瞬移到你面前，现在释放她出来，我想亲眼看看。你深呼吸一口气，知道自己没有选择，你调动体内魂力，下一刻红白相间的精灵球缓缓出现，顿时精灵球打开冒出红色光芒，一个娇小的身影逐渐凝聚成型。小舞仍然穿着那粉色连衣裙，可当她看到比比东的瞬间，小舞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娇小的身躯开始不控制的颤抖，不是害怕而是愤怒，她想冲上去撕碎这个杀害母亲的凶手。比比东也在注视着小舞，他皱了皱眉，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掠过心头，果然是10万年化形。而小舞再也压制不住内心仇恨，他死死盯着比比东，你杀了我妈妈！比比东顿时一惊，猛然间回忆起几年前的那件事，10万年柔骨兔，原来如此，你是他的女儿，难怪我会感到熟悉。比比东缓缓走到小舞面前，是啊，我早就该想到的，当年的你已经化形，因此你必定会进入人类世界，只不过让我没想的是，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你。既然你已经成为了我武魂殿天骄的魂环，那么我也不会对你如何。说到这，比比东抬起眼睛看着你，公生，你的武魂十分特殊，不过为了测试你的潜力，所以还请你稍微忍耐一下。你一时间还不明白比比东要做什么，可下一刻，只见一股无形的魂力威压瞬间笼罩在小舞身上，小舞猛地到底不起，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发黑。而就在他的身体即将达到极限时，你体内的精灵球自动做出了反应，一道红光从精灵球中射出，精准的笼罩住小舞，瞬间他被强行收回了精灵球内部。而就在这时，你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的精灵球武魂正在快速修复着小舞的伤势，你体内的魂力也在快速的消耗。比比东缓缓收回外泄的魂力，有趣，即便受到致命威胁，也不会死亡，而是被强制收回并利用你的魂力恢复伤势。这就意味着，即便我杀了他，也
无法获得魂环和魂骨。随即比比东认真的看着公生先天9级魂力、特殊变异武魂精灵球，以及一个被强制绑定、无法被杀死的10万年化形魂兽。你可愿成为我的第2名弟子？就在刚刚，你答应成为比比东的第2弟子，你心中想的对方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自己再拒绝的话就是不识抬举了。一瞬间，你单膝下跪，弟子公生，拜见老师。比比东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微笑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比比东的第2位弟子。至于你精灵球里的那个小家伙，要好好照顾他，他会是你未来最大的助力。你低着头回答道：“是，老师。”不多时，比比东就带你来到一处地方，在这里奇花异草随处可见，生命能量也比外界更浓郁几分。这时，一个柔媚中带着清冽的声音响起：“老师。”来人是一位少女，身姿窈窕，面容极美。比比东随即向少女介绍起你来：“娜，这是公生，从今日起，他就是你的师弟，也将在此处修行。”听到自家老师的话，胡列娜心里十分诧异。很快，她的目光落在你的身上，带着一丝审视和好奇。下一刻，比比东看向你：“公生，这里是湖心岛，是你们未来修炼之地。岛上的规矩不多，但有几条必须记住：不可随意离岛，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入我休息的地方，以及保持这里的清静。”说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一般。具体事宜让娜娜告诉你，我还有些事务要处理。瞬间，比比东消失在原地。伴随着比比东的离开，胡列娜率先打破沉寂：“公生师弟，欢迎你来到湖心岛。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见老师亲自带人来这儿呢。跟我来吧，我先带你看看以后住的地方，顺便跟你说说有关于这里的规矩。”他边走边介绍，声音轻柔：“其实主要规矩就是老师说的那些。岛东边是我们居住和日常修炼的区域，西边是武魂拟态修炼地，北面那片树林是老师清修的地方，还有千万不能靠近南边的。”随即他带着你来到几间精致木屋前，这间空着的以后就是你的了，我的在旁边，日常用品会有人定时送来，我们只需要努力修炼即可。下一刻，胡列娜饶有兴趣地看向你：“我叫胡列娜，武魂妖狐，31级控制系战魂师。师弟是不是该介绍一下你自己呢？老师只说了你的名字，我还不知道你的武魂是啥。”你立马恭敬地看着胡列娜：“师姐，我叫公生，武魂是精灵球。”你倒也没有藏拙，直接说出来自己武魂的基本功能。我的魂环吸收与正常的魂师不同，我的精灵球武魂有着捕捉魂兽的能力，只需要适合年限的魂兽重创，然后用精灵球直接收纳其中即可。需要战斗的时候，我可以召唤他们出来协助，或者可以共享部分力量与特性。顿时，胡列娜已经直接捕捉魂兽，居然有如此奇特的武魂。那你现在有捕捉到啥魂兽吗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你看着他充满好奇与渴望的眼睛，犹豫一下，但也没有拒绝。瞬间，一枚红白相间的精灵球出现在你手中，伴随着一股柔和的光芒流淌而出。小舞的身影很快凝聚成形，穿着粉色小衣，鞋子变得娇小少女出现了。只不过她的状态与以往截然不同。虽说精灵球可以最大程度帮助她缓解，但比比东带给小舞的惊吓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他一出现，几乎瞬间就躲到你身后，完全是受惊小兽寻求庇护的姿态。胡列娜完全愣住了，她没想到你收服的第一只魂兽，居然是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孩。你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小舞，感受到小舞的颤抖，你轻轻摸了摸她的头，安抚着。不多时，胡列娜便知道了小舞的真实身份，10万年柔骨兔化形。得知一切的胡列娜内心十分可怜小舞的遭遇，自己的母亲被老师比比东所杀，而今天在教皇殿也差点被杀了。她微微弯腰：“小舞你好呀，我是胡列娜，是公生的师姐，这里很安全，你不用害怕。”小舞却是受惊更甚，随即用力的摇头，对胡列娜的示好毫无反应，只有对你的依赖和外界的抗拒。公生，你让他回到精灵球中吧，最起码不用在这里担惊受怕。身为女孩子，胡列娜能够感受到小舞如今的迷茫和无助。听到胡列娜的话，你看了看小舞，小舞，你是想回到精灵球之中，还是待在外面？小舞虽然害怕，但她也不想回到漆黑的精灵球之中。我还是待在你身边吧。你笑了笑，那你就跟在我身边吧。你和小舞之间的关系看似主仆，但实际上却是共进退的伙伴。随即胡列娜好奇地问你：“师弟，你的第一魂技有什么效果？”你没有选择隐瞒，我的第一魂技会让我短时间内拥有百年柔骨兔的所有能力，身体变得柔软，力量变大，总之百年柔骨兔的能力我都可以使用。听到你的话，胡列娜满脸不可思议：“短暂拥有百年柔骨兔的所有能力，师弟，你这个技能简直逆天好吗？”你却是摸了摸脑袋，嘿嘿，师姐谬赞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，小舞此时正蜷着身子在你身旁休息，然而正在修炼的你却感受到自己的魂力变得格外霸道。只见你猛然睁开眼睛，结果却看到小舞身上散发月白色的光芒。我的发，小舞，你不会要进化了吧？你焦急的想叫小舞清醒，然而你的武魂精灵球释放一道光芒，并且连接在小舞身上。很快，一股霸道的魂力波动从小舞体内喷涌而出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你心有所感，连忙抱着小舞冲到被月光洒满的地方。精灵球武魂不断吸收月华的力量，牵引着小舞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。随后，小舞的小腹隐隐浮现一枚晶莹剔透的魂骨，而且很快，精灵球在月光的借助下，慢慢的化为了一枚琉璃弯月。这时你才发现，原本的红白精灵球，现在竟然变为黑白双色，其上烙印了月亮和星星的印记。你清晰的感受着自己精灵球武魂，这是在借助月华的能量，将小舞体内的10万年魂骨转化为月之石。伴随着月之石彻底融入小舞的身体，你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来自小舞反哺的能量。半个小时过去，你终于从小舞反哺的能量中恢复清醒。刚睁开眼，你就看到了满脸期待。只见小舞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你。此刻
他身上充斥着一种神圣气息。他并没有说话，而是立马就扑到你的怀里。感受到小五的动作，你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但很快小五说的话让你一惊。公生大人，那个坏女人又回来了。果不其然，比比东一瞬间出现在你们面前，你的武魂似乎和这只兔子体内10万年魂骨发生了共鸣。听到比比东的话，你点头表示认可。没错，也正因如此，我的武魂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随即你将自己的精灵球武魂拿了出来，现如今不仅颜色发生改变，其上还烙印了月亮的图案。不错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快就给我带来惊喜。只见比比东缓步走上前，而小五在看到他靠近之后，几乎本能摆出战斗姿态挡在你面前，看着朝自己露出敌意的小五，比比东嘴角露出一抹笑意，呵呵，真是一只有趣的小兔子。随即他淡淡看向你。1个月后，天斗帝国之中举办了一个武魂交流赛，各大势力都会派人到场，到时候我会让你和你师姐去参加。听到这话，你心里陡然一僵，武魂交流会，自己才只是一个刚刚吸收第1魂环的小屁孩啊！是老师，弟子定不会辱没武魂殿之威。时间过得很快，1个月转瞬即逝。可你心里想的不错，这武魂交流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各方势力炫耀天骄的平台。此刻湖心岛中，你看着小五懊恼道：“小五，你的绝招爆杀8段摔真的好难学啊，我都快了1个月了，也才勉强可以用出来。”听到你的抱怨，小五的嘴角露出一抹轻笑，嘿嘿，都说这是人家的绝招了，那么容易学会的话，还怎么能叫绝招呢？相较于1个月之前，小五现在已经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虽然他在看到比比东时依旧会害怕愤怒，但是他现在也想通了，自己暂时性打不过对方，索性他就准备等以后实力强大之后再对这。你淡淡的看着小五，小五，我们今天应该会和其他势力天骄进行战斗，到时候你可不能怯场啊。听到你的话，小五十分认真的点点头。公生大人你就放心吧，小五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的。半小时后，你和师姐胡列娜以及菊斗罗月关3人一起前往天斗帝国。此刻天斗帝国内，你和师姐胡列娜紧跟随着月关身后。师姐，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武魂交流会吗？胡列娜则是否决道，并没有，其实我也是在2年前才被老师收为弟子的，入门也不比你早多少。众多势力的人都看到月关以及他身后那2道身影后，全部都投去好奇的目光。这时月关转头仔细看向你，虽不然不是很了解你，但他却是十分看好胡列娜。娜娜，你带着你师弟在这里随意走动吧，不过要记得切莫丢了我们武魂殿的颜面。胡列娜爽快的答应。月关长老，您先去忙吧，我会照顾好师弟的。不远处一些势力的人自然听到胡列娜说的话，师弟，难不成教皇比比东又招收新弟子了？也就在此刻，你才终于明白，武魂交流会对于月关他们来说是强者修炼心得交流会，而对于你们来讲，则是年轻一代小辈战斗切磋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不和的声音响起，你转过头一看，居然是被众星捧月的宁荣荣，他朝着你喊道：“你过来！”随即他直接对下面7宝琉璃宗弟子下令道：“你们快去把他们俩带来！”可周围的7宝琉璃宗弟子听到这，一个个脸上纷纷泛起难色。虽然说宁荣荣是7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但得罪武魂殿弟子这种事，他们却是真的做不出来。随即宁荣荣十分不满，掐起自己的小腰：“你们都让开！”这些弟子们怕宁荣荣出事，索性就跟在他的身后移动。宁荣荣自小就在7宝琉璃宗生活，也因此才养成了他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可或许是因为他小短腿的缘故，他在人流中一直寻找你的身影，突然脚下一个没注意，直接被绊倒，身体往前扑去。可下一刻，一只手掌接住了他的身躯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名相貌白净、眉眼之间透露几分担忧的少年。正是你，你没事吧？宁荣荣愣了一下，随后十分用力的摇了摇头，没事。下一刻，你直接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小心点，这里到处都是人，乱跑的话很容易受伤的。身旁的胡列娜也注意到这一幕，看到这，她的嘴角不禁微微抽搐。好家伙！当众摸7宝琉璃宗小公主的脑袋，这种事如果被他老爹看到的话，怕不是会想着把自家师弟大卸8块吧？这般想着，胡列娜抬起头看向周围，一眼就看到宁风致和古斗罗。此刻他们正恶狠狠地盯着你，身后的那些7宝琉璃宗弟子们也全部石化了。随即胡列娜转头看向你，师弟，我们去擂台那里吧。既然来到了这里，自然是要展露一下实力。